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星期一晚上7点半开始的直播啊！今天晚上又是再加一场额外的突发的直播给大家啊！为什么呢？大家今天应该也都知道了，对吧？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啊，因为我们这里有好多的不同的地方的朋友观众啊，你的地方啊所在的地方。这个今天的股票市场是跌了多少啊？港股是跌了一塌糊涂的，跌了大约16%、17%的啊。台湾有没有台湾的朋友在？也可以打个招呼告诉我一下台湾的股市跌多少？有没有新加坡的朋友？有没有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啊？当然了，有没有美国的朋友？一般我们都是很关心美国的股市当然还有其他的日本啦。英国了那顺带也这个打个招呼特别是新的朋友如果我还不认识你的话，也可以说你是在哪里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是在看重播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看重播。当然呢，我们7点半是直播开始的大家现在听到的可能是直播是最好的那还有就是今天。你想知道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也可以在留言区问一下。那今天呢是我一个人做直播Rich 最近比较忙他也是最近在准备他的一些他的APP 里面的一些更新他的那些粉丝也是非常好都是经常有他的 update 的那所以你在这3个课题里面哪一个最想听的？第一个港股、美股还会跌多少如果你想这个听多点的话，可以打个 A。如果你说什么时候可以捞底这样的话可以写个 B。如果你说什么要不要离场可以写个 C。根据大家的这个问题，我来哪一个讲多点其实还有一点我们整个股票看股票的市场的话，其中一个是看市场的情绪，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到底现在想离场的人多，还是想捞底的人多这个也是会这个在我们的判断股票市场什么时候到底的时候也是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看市场的情绪。当然呢，来听788的直播的人是比较特别的，比较可能我不知道你是小白还是资深的，也可以写一下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听了788一段时间之后，应该也是有一点体会，不是普罗大众的一些小白在外面了那今天还是有点抱痒就是有点咳嗽。上个星期我去台湾做了一些采访今天有一个采访关于我的，刚刚上 YouTube 不过那个是另外一家采访我的那我在台湾回来的时候有可能在飞机上感染了一些咳嗽啦、感冒啦，休息了1个星期之后还有一点所以一会儿如果不好意思我要咳嗽的话，那首先打个招呼，不好意思那也是我的团队说，我的网友说，哎呀，今天好多问题想问股票市场跌了这么多啦，所以也是额外的加今天晚上这一个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港股现在看到了港股是跌了3021点这个13%，这应该是下午到了收市的时候应该是跌了更多的16%。那S&P 500啦，美股啦，美股是跌了好几天，港股和台湾股票因为前几天是清明假日所以港股是星期五没有的停了1天，所以今天是把星期五要跌的，还有美股星期四跌的2天跌的一起来跌，所以今天的港股是跌了16%，16%比较多了那盘前美股还继续在跌，所以美股会是第3天的大股灾跌的比较多的那之前涨得多的一些半导体啦、科技股啦、AI 啦、Magnificent Seven 啦，那都是跌了比较多的一般来说，这些涨得多的也是跌得多的当然有一些这个股票，特别是香港现在有一些股票是无妄之灾，跟关税战没关系的，也被拖着下去一起跌了。但整体来说，
现在中国跟美国也是在关税战啊，那我在这里也是调研一下啊，你今天是开心的还是好悲哀的啊？你是开心的还是悲哀的啊？也可以看一下，OK。那大家在留言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一下，其实呃如果大家是开心的话，应该是有跟踪我们一段时间的啊，无论是 GMT 也好，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也好，看我们的 YouTube 也好甚至上一个星期有一个直播的台湾的直播里面我也讲到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当时讲到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现在来了，对吧？过了几天之后来了当时主持人说，哎呀，真正的大跌还没来。是不是的那我也讲过，对吧？其中我也讲到，特朗普变得太快了我们很难预测，但是很难预测，市场是不喜欢不明朗的因素的所以呢，现在当时我也分析了估值，美国的估值，美股的估值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作为一个投资者还不愿意进场，但是作为一个投机者，在跌的时候，投机者是去做空的。或者是止损离场的，而不是进场的。所以当时我就分析了，美股下跌的空间很大，下跌的风险也很大所以大家就不用回去看了，就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当时呢，我给了大家3个锦囊妙计。第一个要灵活应变，现在东西是改得太快了，每天都要看数据，每天都要看这个技术指标，每天不能说季爸爸你不是看好，季爸爸你不是说对吧？或者你以前说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灵活应变我们 GMT 里面今天有些同学问季爸爸你不是说牛2吗？现在还是不是牛2？现在变得太快了 OK 没有说股票市场一定要跟着这个牛2的轨迹去走的，对吧？就算是牛2也可以是转得很快的所以一定要灵活应变，任何的工具都是要这个因时制宜的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叫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就是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想赚最多的钱了，现在是保命的现在是要保留实力的，保命的所以呢，这个有根据我们的我们有教大家拿现金，特别是 Rich 告诉大家拿现金啦，去放假啦，拿现金啦，放假啦，现在是逆风时期啦，你真的一定要买股票的话，小小的一只脚趾放去试水温啦。不要买了那我也是在GMT 里面有讲过，我在公开场合没有讲的那么明显，因为很多人听不明白这个他听错掉了，一会儿又怪七八八了但是我在 GMT 里面也有讲到，中线投资的部分就是可以中线买卖的部分这个现在尽量离场，特别是前一阵子大家知道我是看中概股港股多一点的 Rich 是看美股多一点的，对吧？那 Rich 叫大家美股全部离开了，拿现金了。我说中概股的前一阵子涨了蛮多的时候，也适当的 take profit 了，适当的这个获利离场了第三点，一定要分散投资，分散不同的那今天我们也会在这3个锦囊妙计上再给大家多一点更深入的，好吧？那所以呢，今天这个直播非常非常有价值，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刚才我还要讲到，一定要全程的参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会给大家推算未来有5个，麻烦大家写下来，未来有5个可能性，有2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惨淡的，甚至有1个是真的要保命的5个可能性当中有1个可能性是要保命的那今天一定要给大家一个逃命的锦囊妙计。逃命的锦囊妙计，你没有的话，万一那个最差的事情发生了，你没有这个逃命的锦囊妙计的话，你会彷徨无措，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直播一个突发的直播大家真的有缘分来到这里，一定要留到最后我不一定是在最后讲的我在中间讲的，因为内容很多，我在中间讲的，所以一定要全程的参与。那中间我会给大家一个最坏情景当中的保命的这个锦囊这个方法 OK 这是第一点
啊，现在事态太严重了啊。还有呢，有一个疯狂的礼物啊，我跟大家争取了一个疯狂的礼物，你错过这个礼物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错过了啊！免费送给大家的一个疯狂的、价值满满的、可能保你命的，在这么动荡的一个股灾里面，帮助你把握机会或者保你命的一个疯狂的礼物啊！还有一个好消息。特别是 GMT 的同学啊，等待着有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好吧 ？OK， 所以呢，这个全程参与啊，当然超过1000人啊，现在已经很接近了啊，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叫你的朋友也进来，我们待在这里，超过1000人的话，大家想好一个股票，你想问哪一个股票，我都会啊毫无保留的回答给大家。哇，这个七爸爸很少有在公开场合谈论个别股票的啊。当然 GMT 里面我们抢的都是个别股票啊或者板块，讲得很具体，但是在公开场合怕大家不懂的话啊，但是呢现在人数就接近1000人了，到了1000人的话，你们想好想问哪一个股票，好吧？所以呢，赶快把今天的那个这个直播啊连接传出去，也邀请你身边的朋友进来 ，OK， 或者把今天的直播这个连接放到你的Facebook 啦或者是其他的群组了啊 ，OK， 那好了，那其实呢，我觉得刚才有些人说，哎呀，今天好悲哀啊，不开心啊，等等等等啊，其实当事情发生了之后，你再去 cut loss 止损的话，来不及的。今天来不及了，对不对？今天一开市跌了12%，你止不止损？今天一开始跌了10%，你觉得差不多了吧，对不对？你不敢止损，结果13、14、15、16、17、16%，收市的时候16%，止不止损？明天可能会继续跌，但是明天也可能会涨，对吧？所以呢，现在就算你去止损的话，已经是跌了10几个%了。已经是跌了，普遍来说跌了10几个%了。Too late， 太迟了 ，Too late。我们为什么事先拍了这么多的影片给大家，大家还骂我们呢？说什么末日博士咯，对不对？我们拍了这么多影片也就是希望看到像这位新加坡的老太太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新加坡我估计是我突然之间提出了好像是感觉好像新加坡的，就像这位他说老太太清仓了90%啊。老太太如果这一次的股灾输掉了退休的钱，这真的是这个广东话叫阴公了，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是哇，好暖心啊！为什么我病了还要跟大家讲直播？就是希望看到大家分享好消息使到你哇，老太太清仓了90%比我自己走还开心了因为我做了点好事，对吧？我们吉恩健同学说见证我们去年就说美股太贵了。这是我说的。Rich 今年1月、2月技术分析也是告诉大家步入这个转入逆风期，对吧？所以呢，开心的避开了美股的调整。最开心的不是少输了钱，最开心的现在他是很开心的，是因为手上有资金，等待买便宜货。手上有资金，现在是 shopping， 现在是大打折扣的时候，人家就在馋好悲哀今天不开心我们的同学是开心的OK， 那 Rich 当然是最开心的，还有 Rich 的 APP 的用户是最开心的我也有看他的 APP， 它里面他的投资日记里面买了什么，放了什么，沽空了什么。止损位放在哪里？如何执行？写得好明白，好明白
啊，所以呢，一会儿会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现在是免费可以全部看，一会儿再讲给大家听啊，事先给大家不要说，哎呀，又在卖 Rich 的 APP 了啊，其实卖是完全可以的，对吧？我们价值满满的，赚了这么多钱，价值满满啊，但是今天有好消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还不是我们开发的，我们有这个合作团队的，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免费用，全部的东西免费用 ，OK 啊，详细的东西一会儿给大家，你看一看，现在大家都不开心的时候 ，Rich 是好开心啊！你如果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开不开心啊？对不对？涨62%哦，人家是跌20%，它是涨62%哦，对不对？所以崩盘不害怕。不可怕，最怕是自己看错才害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啊，现在这个关税啊，情况很复杂，很复杂，很复杂。OK， 外面那些我都有看，外面那些的分析，基本上都是我看了都不满意的 ，sorry， 都不满意的。That's why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直播？因为大家如果出去看外面的人的分析，都是太片面，而且误差很多。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做我这里的看法，你可以看完之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今天这个分析跟外边的有没有不一样？我相信是绝对不一样的。而且你觉得我今天这个分析准不准啊？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会用 FTP， 我们经常用这个框架的 FTP 的 F 和 P，sorry 写错了 P。F 和 P 中间的 T 是没有的，中间那个技术分析是没有的啊？为什么呢？一会儿告诉大家，是免费给大家用 APP 去看技术分析，所以今天时间就不耽误在这里啊看技术分析了。我们会用基本分析的 Fundamental， 还有 P Psychology 3个维度来看，你看完之后你就运筹帷幄啊。未来会变得很快，未来会变得很多，但是你掌握了今天整个清晰度这个框架的思维去分析，而且有了这个清晰度之后，未来在变，你就可以灵活的变啊！我上个星期讲的灵活应变，今天给大家工具，给大家思维，给大家框架，如何去应变啊！一会儿还有个更好的消息，随时会出现的。OK， 好，首先来，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另外一个星球，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股票会跌的话，就是源于上个星期特朗普在香港时间星期四早上凌晨3点45分的时候。公布了它的关税啊，它有好多个关税，这是叫对等关税，它之前还有其他的关税，这是叫对等的关税。一出来之后，大家傻眼了。一出来之后，这个比最差的预期还要差很多，所以整个市场是马上恐慌，马上崩盘。我还记得上个星期四早上，我们都没睡觉，起来告诉大家。跑啦，最差的开始啦啊！所以上个星期四港股跌了2%，你还能走？上个星期四港股跌了2%，你还能走，对吧？因为美股上个星期四的话，美股的盘前已经是暴跌了，香港只跌了2%。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只跌了1点几个%，不到1%，非常的强硬，你是有机会走的上个星期啊。那如果你再错过了 ，too bad。现在啊，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我们就已经讲过了，关税战、贸易战有一个叫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里面，你要跟他谈判的话，一定要做以牙还牙。Take for take， 以牙还牙，他给你多少关税，你就给他多少关税，他再升级，你就再升级，到最后两个一起死，到最后大家都不想死，大家就 back off， 大家就退后，结果就达到了新的和平状态。所以这个是这个 textbook answer 啊，这个教科书里面的谈判的技巧，叫以牙还牙 ，take for take，take for take，OK。
特朗普是谈判高手，但是中国也不弱啊，我们就不用看什么越南啦这些小弟没有意思的，什么韩国啦、台湾的这些，他谈也好，不谈也好，这个规模很小，我们就看3个大的国家，这个大的地方啊。第一个当然是跟美国最接近的、有紧密的这个贸易的加拿大。加拿大也是以牙还牙了，美国给他加了25%，他也还了25%。OK， 第二个是中国，中国跟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出口国，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世界最大的2大经济体，现在也是以牙还牙 ，full on 完全不退让的开始打这个贸易战。OK， 所以市场恐慌了。打得好紧张了啊，市场恐慌了。未来给你分析一下，到底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下去 ？OK， 我的判断，大家可以把今天这个直播分享到你的群组里或者 Facebook 里面啊。以后每年这个 memory 可以回来看一看，今天我的判断之后会怎么样实现？好吧 ？OK， 那第3个地区呢，就是欧盟。欧盟很有可能 ，most likely 很有可能也会这个以牙还牙啊，所以这个如果是的话，全世界这个贸易战争就起来了。OK， 那现在的市场是极度的恐慌。刚才我们有讲过 F 和 P psychology 市场恐慌情绪3个维度，我们先看一看市场的情绪。市场的情绪现在是极度的恐惧，极度的恐惧到4了，0是最低的。0是最低的，现在是4，是这么多年来没有试过这么低的，没有试过这么低的。那市场为什么这么恐慌呢？因为现在是变得太快了，谁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特朗普到底还有多少张牌会打出来，多少个核弹，这个叫什么？关税核弹会发放出来。所以市场呢在恐惧，他们想到上一次这么悲的、这么差的时候是在1930年啊，大家可以帮我记录一下，1930年美国加关税，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是大萧条，甚至到最后是第2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们这一次怕最坏的打算就是1930年的历史重演啊！我的声音都讲到差不多要杀掉了，对不对啊？鼓励一下我的话，把今天这个连接分享出去，因为你在造福人民。有人看到你这个连接，避开之后的风险的话，会回来感激你的啊。所以把今天我这份礼物转送给人家啊，所以呢，现在市场啊是到了极度的恐慌了，还不是悲观了，恐慌了这个是个利好的信号，这个是个利好的信号，因为历史上来看，当这个市场是极度恐慌的时候不保证明天是更恐慌，但基本上整体来说这个反弹的机会是蛮好的，或者是跌到差不多一个支持位了，要反弹一下了那当然关键就不知道它是技术性反弹再跌，还是跌完了就又是一个大牛市了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收集证据，这个情绪上 FTP 的 P 情绪上这一点是好的我们再看一看fundamentals 基本面，好吧？所以呢未来我现在开始讲基本面了基本面来分析的话，未来有5个可能性，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最差的，可能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东西，而这个可能性我估计大约有10%的可能性，这个概率会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事先的风险管理，因为一旦发生了之后是 too late， 像刚才看的是 too late， 来不及了所以大家真的要看好。那既然讲到了基本的概念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
因为现在谁有这个话语权，这个麦克啊，大家看看特朗普那些这个 spokesperson 白宫发言人，他的那只麦克随时可以不给你讲，把你 cut off， 把你不邀请你，对吧？然后他就随便讲，讲的东西都是错掉的，都是误导性的，煽动性的，误导性的啊。从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怎么来计算 bullshit， 到这位人说啊，你在 insult 我的，你在侮辱我的这个经济智慧吗？然后他的经济智慧是白痴 ，OK 现在这个白痴的人讲的太多了，大家都搞不清楚经济理论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今天晚上先给大家一张图来解释一个经济的理论，再有一张图来纠正大家一个概念所以呢，先看一下这张图看这张图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经济学101 ，OK。那个白宫的那个白痴白宫发言人白痴连经济学101都没搞懂。经济学101是你如果学经济的话，第一堂课里面的头两堂课头2堂课会学到的，对吧？我们在 Y 轴有价格，我们在 X 轴有买卖的成交量当然你可以用宏观来说 aggregate demand、aggregate supply， 综合起来的这个供应和需求，或者简单来说就供应和需求，微观来说就供应和需求 ，OK。所以呢，2条青蓝色的线，一条是供应，一条是需求供应需求 ，OK。供应和需求交接的地方，就是如果没有关税，市场是自由经济，市场的力量就会给大家一个价格，这个价格里面供应商有钱赚，这个消费者买了之后会开心要不然他不会买，对吧？而下面这一个绿色的虚线的那里就是成交的量，有些人说太贵了不买，有些人说很便宜我买了很开心，所以这个就是选择买的人的成交量 ，OK。所以现在是看浅蓝色的那条荧光的那条绿色线，懂吗？不懂马上问懂了OK 我把一堂课的东西5分钟给你讲清楚好了，加关税就是黄色黄色的那个箭头往上的那个箭头 OK。特朗普说现在要加30%、50%多少的关税，现在是往上加的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是进口商买单的，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给外国的关税了，外国人那个白痴美白痴说外国人来付的关税了，两个都错。我们来看一下虽然理论上是这个进口商付的 OK， 但是其实到最后一个消费者和一个供应商都会买单为什么呢？因为加了关税之后，你的那条供应那条线往上的那条线就往上移了，到了那个黄色的线了，对吧？所以价格一定会上升，所以在左边那一个蓝色青蓝色那里价格就上升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税会带来通胀了明白关税会带来通胀了，但是它的通胀的百分比没有整个关税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部分是供应商承受了当然这是假设供应商只能卖给美国人当然如果中国觉得我不卖给你美国了，我卖给欧洲了，我卖给马来西亚了，我卖给非洲了他不卖给你了，那这个就会消费者承受多一点。如果中国说哎呀我就赚少一点了，也没其他地方卖了，对吧？这个就供应商会承受多一点所以无论是台湾这个越南、柬埔寨、日本、韩国，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的所以在这里如果所以这个消费的量会往左边推，因为现在是黄色的那条供应线和蓝色的那条需求线的交叉点，所以你看到这个交叉点的量会往左推，量少了，
我们知道 GDP 是消费加上投资加上政府的开支加上这个进出口啊这4个板块。那消费少了，对吧？这个消费的量少了，自然就会有经济的衰退出来了。最新的数据给大家看到，现在是有60%的机会，美国会有经济的衰退。啊，我可以说100%，全世界会有经济的衰退。美国是60%，全世界是100%有经济的衰退。OK， 所以这张图是美国的供应和需求。那用美国来看了啊，因为美国还是世界老大哥啊。那用美国来看的话，通胀加上衰退等于什么？等于是滞胀 stagflation， 这是最糟糕的。OK， 那你说中国不糟糕啊？中国没有那么糟糕。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不是我小粉红啊，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么糟糕？给大家考大家啊！我先讲美国为什么是最糟糕的啊？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么糟糕啊？想的话可以留个言啊。那好了，美国啊，当你有通胀的时候，一般来说为什么有通胀？因为经济太好了，经济太好了，通胀了，所以美联储联准会美联储就很容易，经济太好了，加息，把这个经济降温。经济降温之后大家的通胀的压力就少了，就搞定了，对吧？这就美联储这个做的工作，他要看这个通胀和经济这个用这个失业率来做一个衡量的 KPI 来看两个平衡一下 ，OK。但是现在的通胀不是因为经济好，现在的通胀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加上去，这个黄色的键加上去 ，OK。在这个情况下。然后经济会有衰退，经济衰退代表着失业率多了。那美联储鲍威尔他是很专业的，特朗普才不专业，说他什么，他就难做了。他要降息的话，通胀会失控；他要加息的话，失业率会暴涨。那他加好还是不加好？所以鲍威尔现在说，我要再看准一点，看多点数据，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是说的没错的特朗普不懂说，哎呀，你给他压力，对不对？因为滞胀这个货币政策是最难做的 ，OK？ 因为你降息，通胀继续上就失控了；你加息，失业率失控了，更大的衰退了。你什么都不做。也是会死掉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经济一有问题，马上要给他货币的解药，货币政策来解药。那现在你不能给他解药的话，这一次的这个经济的衰退可能就会很严重了。上一次一会儿会看看其中一个可能性，上一次就是197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有滞胀，结果股票市场经济都是差得不得了。所以大家留着今天很精彩你不要错过，还有那个保命的锦囊妙计 ，OK？ 那好了，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差呢？因为中国是通缩，再加上衰退不要搞错中国也有衰退，衰退的比美国更多 ，OK？ 但是是通缩，通缩的情况下，它就可以有一个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正是这几天中国又出来给大家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它的 fiscal policy 和 monetary policy 都是两个水龙头，给市场灌注资金，钱来了，股票市场就好了，对吧？钱来了，股票市场就好了。那这么多的钱来，什么后果没有通缩了，通胀上去了，没有通缩了，对吧？这个人太瘦了，你给他吃肥一点没问题。美国是太肥了，再给他吃肥一点，爆血管的中国是太瘦了，可以吃多点。所以在中国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股票市场，中国现在中概股、港股是陪葬，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还是看好中港股市更多一点，因为中港股市起码货币政策是利好股票市场的，然后那个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利好
这个股票市场的。美国呢相反，货币政策美联储好难做了，对不对？那个财政政策 Elon Musk 的 Doge 在削减开支，因为他没钱了，拜登把钱全花完了，所以特朗普也是无辜的。他说拜登把钱全花完了，这个 Biden's fault， 他最喜欢说吧 Biden's fault。也有点道理啊，真的是拜登把钱花完了，美债已经是太高天文数字了，35个 trillion， 你利息付利息都已经来不及付了，对吧？所以呢，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不利股市的，再加上股票市场涨了这么多年，过度的高了，过高。那去年啊，还有很多人觉得过高不要紧啊，明天还会更高啊，全世界资金炒港股好不好？不要港股了，珍惜生命啦，我们炒美股啦，躺赢的，躺着也可以炒美股，闭上眼睛也要炒美股，可以赢的。所以去年、前年、去年，美股是涨了好多，是严重的超越了它的应有的价值的。但是大家觉得炒美股是一定赚的，对吧？现在你还不走的话，对吧？现在那些人都在止损啦，做空啦，所以投资者觉得还贵，不进来，投机者赶快走。香港呢，起码我觉得是便宜了，之前涨上去了，没有那么便宜了，现在又回到便宜了，多开心啊，是不是啊 ？OK， 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啊。好了，那第二个概念啊。特朗普也搞错了，对吧？他觉得贸易逆差 （trade deficit） 贸易逆差，美国50年的贸易逆差，使到美国人欠债累累，从政府开始到个人企业欠债累累，所有的钱给中国赚去了给其他的国家赚去了，不公平！你们种种的不公平的关税使到这个美国吃贸易赤字逆差，对吧？所以现在要解药他真的今天说的要 medicine 这个要市场要接受这个 medicine， 但是今天晚上你来这里了，你就要搞清楚一点，听了7、8把之后，你就要搞清楚一点，他吃错药了，OK， 贸易逆差好像是不好的的确是不好的你1、2年还可以，50年的话，这也不是特朗普的错，对不对？我其实帮他在讲话虽然他错的好离谱，但也不是完全他的错，对不对？贸易逆差长期下去是不可以持久的但是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逆差，不是关税因为不是关税使到美国有贸易的逆差的。明白吗？大家不要听了特朗普讲的多了，听了他有这个话语筒嘛，对不对？这个话筒多了，听了多了就觉得真的我看到好多人就觉得美国不公平这么多的不公平的贸易逆差，不公平的关税，所以美国现在欠债累累了，中国发达了，你看中国多么的先进我们要这个对等关税来制裁中国了、台湾了、这个马来西亚了，错 ，OK。Wrong， OK， 为什么？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对吧？最近有没有看过这个网红？你无法逃避的，这个网红到了中国，哇，这个厉害，那个厉害，哇，这个厉害。Of course， 背后有人付钱的啦。OK， 无论他是赚流量也好，赚 sponsorship 也好他是有赚钱的啦我没有实际的数字，但我基本上肯定。他坐的这个车子好this is China crazy look at this 我学不像了OK， 20分钟坐辆车子，可能他赚的钱比设计这个车子的一个20岁你还没有毕业了，还进不了比亚迪工作了。OK， 你还有finish 你的工程学历，再要应征interview建工，到了比亚迪开始工作996工作了很忙，1年的工资20个月的工资，人家网红20分钟就赚了比你多了。好了，你这个网红，你会去造车子吗？
大家回答我，现在也有啊，最近看了那些shorts 比较多啊，好像有个 AI 做出来啊，他说 Look into my eyes, tell me why, Look into my eyes, tell me why 啊，你可以告诉我，对不对？如果你是赚钱这么容易，20分钟就可以不念书，就可以不用996，可以赚比人家20个月更多的工作，你还会去造车子卖吗？你当然不会啦，对不对？所以美国的逆差是怎么来的？美国的逆差拍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啊，Marvel's Brothers 和 Captain America 赚了全世界的钱了。美国的 banker 赚了全世界的钱了。美国的 YouTube 躺在那里收钱，收了全世界的钱了。美国的 Meta、Facebook、美国的 Nvidia， 对不对？赚了全世界的钱了，相对是容易很多的。苦工谁做啊？你不公平啊！你做了苦工，赚了钱啊，卖了这个啊，最容易赚的是什么钱啊？美国的这个银行家割韭菜了，每10年一次的股灾割韭菜了，对不对？你不懂的话，你跑进去被美国人割了韭菜，你在美股里面输掉的钱啊，你给他很低的一个 bond yield 啊，买美国的债券给他割的韭菜。赚的钱太容易赚钱了 ，why 为什么要做辛苦的工作，对不对？明白吗？所以他的这个贸易逆差不是因为关税啊，因为他赚钱太多啊，对吧？要解决这个关税的这贸易逆差的话，你要使到美国人没钱赚。没有 easy money，no easy money， 要做苦工啊，要很勤劳的才能赚钱，但愿意吗 ？Why? Tell me why? Look into my eyes. Why? Right? 不愿意啦，谁愿意做 Bangladesh 啊？谁愿意做越南啦？谁愿意做这个非洲的某一个国家啦？你躺着赚钱不是很好吗？这就是贸易的逆头了，所以不要再被人家骗了。人家觉得，哎呀，关税不好啦，中国欺顶啦，中国什么不公平了 ，unfair 啦，特朗普骗你的 ，OK，right？OK，so 未来你明白了这2个道理之后，未来有5个可能性5个可能性。第一个，现在关税战持续美国加了关税。中国以牙还牙，美国说你以牙还牙，我再升级，再给你一点关税。中国说你加了，我再加。中国加了之后，美国再加，2个人都不 back down， 到最后全球的贸易这个跌了好多可能是50%的下跌，可能是40%的下跌，总之是跌了好多。OK， 这样一来虽然好多东西可能真的会回到美国，Made in the USA， 特朗普说 Made in the USA，OK， 我们要明白 Made in the USA 代表全世界的美元不见了，以前是靠的是美元这个它 easy money 对不对 ？easy money 的美元供应了全世界，使到全世界繁荣了，OK， 现在他不愿意给你繁荣了。但大家没有繁荣了，这是一个循环。中国人也不买 iPhone 了，买不起了，或者不愿意买了台湾人也买不起 Nike 了，穿李宁算了，可能不是李宁但是买不起 Nike 了，没有 Under Armour 了，OK 没有 Lululemon 了，全世界没钱了，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带来又有滞胀，又有经济的衰退。这个就是70年代，我们看一下70年代股票市场跌了多少，一半以上。所以如果是第一个可能性的话，我们要密切留意关税战会不会这个互不相让，继续的升级。如果是继续的升级的话，还没跌够了对不对？现在才跌了20%几。最终要跌50%以上，这是70年代的一个例子。OK， 所以呢，中国升级了，美国会不会再搞它？还是OK， 我已经顶不顺了，搞定了。OK， 如果是继续再升级，两边都升级的话，包括欧盟，如果欧盟也加进来升级的话，这个股票市场还要跌多一半，就对它要跌一半嘛，现在只跌了20%几嘛，还要跌多
同样的跌到那个幅度啊。好，所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早点走了，对不对 ？OK， 第二可能是更糟糕的，第二可能啊，第二可能大家的关税战使到全球不光是经济衰退，是全球大萧条。哎，有一个分别的啊，经济衰退只是痛苦一点，经济大萧条是饿着饭都没得吃了，要造反了，要去抢东西了啊，要去打仗了。OK，1930就是因为世界大萧条，当时也是美国2个共和党的议员，再加上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搞出来的关税战，使到全世界都没饭吃。德国人就第一个冲出去抢了啊，因为德国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要赔好多钱啊，所以啊，这个德国人就出去抢了，结果就是全世界第2次世界大战啊。所以如果全世界大萧条，大家都没饭吃了啊，你一个人美国人 great again， 全世界都是not great again。全世界跟你打仗，你也会死，一起死，对吧？Of course， 每次打完仗，美国都是 great again 啊，也许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 ，we don't know， 但是这是最糟糕的。OK， 这里大家需要一会儿给大家的逃生的保命的锦囊妙计 ，OK， 一会儿再给大家啊。那我在2个星期前拍过，市场有3个灰天鹅，很不幸，3个灰天鹅全部出现了。虽然没有完全的到最差的状况，3个黑天鹅全部出现了啊，所以呢，不再重复这个视频的这个内容了啊。再退后一步 ，Ray Dalio 啊，一个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啊，桥水的那个老板啊，创办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帝国兴衰》啊。Change of Empire, Change of Order，OK，它里面所说的6个东西，一个帝国衰落的时候6样东西，除了对外大规模的打仗没有发生之外，其他的5样东西都发生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不是吵了不得了的厉害这个所以呢贫富悬殊在美国也是很厉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而他讲到之前的所有的这个最大的帝国和老二交替位置的时候都有战争，到现在为止只剩下最终的战争没有发生，而这个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大。再加上回去看一下那个3个黑天鹅，其中一个在台湾，不好意思，这个 sorry 希望没有这样东西，好吧？所以呢，一会儿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保命的锦囊当然不要这么悲观。第3个可能开始就好了不要那么悲观。第3个可能就是特朗普下台搞不定，或者是特朗普被逼的要撤回现在的关税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能搞这么多东西？因为少有的参议院和这个众议院2个都是共和党控制的，使到这个总统有比较大的权力可以执行他的策略。那一般来说呢美国到了中期选举的话，特别是这一次现在这个状况到了中期选举我都能写保单，共和党会失去大量的这个选的那些这个议席包括众议院是全部重选的他们可能会失去众议院，参议院有1/3的那个票位置要重选，所以这个之后有可能还有1年半特朗普就做什么都不顺利了这个民主党的这个Congress 会这个给他
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啊，美国人很讲 check and balance 啊，所以他还只有1年半，也有可能这个是比1年半不需要1年半，因为现在的国会的议员看到这样下去，使得他们以后会失去选票，有可能共和党的国会议员现在就倒戈之后，使到特朗普就难做了啊，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就是power begins with the people 嘛，这是美国整个立国的一个DNA， 对吧？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了啊。这个特朗普现在是像 the emperor， 像大帝，像星球大战里面的大帝啊。Elon Musk 是那一个Darth Vader，OK， 讲个笑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民还是有美国有这个政治的结构。人民还是可以阻挡特朗普的虽然特朗普的出发点要贸易赤字，出发点是好的意愿是好的，但他给错了药，大家都不买账。OK， 好了那如果第3个可能性发生的话，股票市场是暴涨，涨得你来不及追的你到时候再进的话来不及追的。OK， 所以一下子如果特朗普说明天不加关税了，或者明天我只是讲讲罢了，我只是来谈判罢了没有关税了，哇，这样一下子股票市场马上涨回到了最高点，这个你来不及追的OK， 好，第四个呢特朗普说原来我只是谈判的一个这个手里的筹码我只是给你先给了一个高的关税，大家来谈嘛，我一直在暗示嘛，叫你来谈嘛，对不对？所以中国这次的关税，他说你恐慌了 ，you panicked， 你没有玩对我在暗示你我们要谈嘛 ，I just want TikTok you know I just want 什么东西 you know 对吧？那如果真的只是谈判的一个工具那他只要拿到好处欧盟也好，中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他也知道这个关税有可能不是真正的解药，他也知道有可能关税会对美国带来滞胀所以呢，现在正好大家都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可能在谈判的时候比较更加灵活点，更加能够接受一下对方的 counter proposal 这个反建议，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那如果美国跟中国达成了协议，无论他是中国吃了多少亏卖不卖 TikTok 或者卖不卖码头，只要他们谈成了，这个股票市场也会是火箭一样的暴涨只是这个暴涨没有刚才所说的暴涨的那么厉害，但是也会暴涨所以这也是好的你要在追的时候又来不及追了。 OK， 好，第五个呢，就是现在的现状加也加了，没有新的关税了要反击的也反击了，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大家都没有再升级，也没有退后那市场呢是慢慢的习惯了，或者是从刚才的极度恐慌变成了不太恐慌了，对吧？这个时候股票市场会涨一点点跌一下，涨一点点跌一下，涨一点点跌一下，但基本上现在有点跌过头的从恐慌指数来看是有点跌过头的，所以呢我觉得慢慢的这个第5个可能性是慢慢的会好，但不会好的太快涨了也会跌，涨了也会调整，慢慢的回到了一个健康的牛市。OK， 这是美股，港股、中概股当然是更加有利好的因素在背后，就是有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它的货币政策在背后，所以港股如果是什么都不发生的话，它这个回涨的力量有可能会更大所以这是5个这个 scenario5个这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呢，刚才是用了基本面。在之前用了这个情绪的 psychology 面，对吧？我们也讲 FTP，T 是什么呢 ？T 是技术分析今天 Rich 不在，他做的技术分析比我更加的精准，所以他不在，我也不在这里做技术分析了。那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以前也没有以前上次的直播也没有这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股灾来了，希望大家手上有多一个工具，你们去看资本面、资金面这个
钱在怎么走啊？钱在怎么走？怎么去看？基本分析，看什么指标 ？Rich Bond 已经选了最有效的指标，而且是他带着大家去看。它里面有一个投资日记，大家字比较小，他有说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什么时候做空，什么时候啊？这个是他的一些买卖的成绩。你 download 了，下载了这个 app。现在 download 啊，这个可能几天之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啊。现在这个今天晚上马上 download 的话，你可以所有的功能免费用7天，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对吧？毫无条件的、免费的、全部功能的用7天。我们唯一一个希望什么？在这么艰难的一个股灾里面，能帮到多少人就帮到多少人。今天晚上的直播，我给大家了基本面的分析，还有 psychology 情绪上的分析。希望这个 app 再补上技术上的分析，帮助大家度过这一个股灾。在这个股灾里面，不光是避开了灾难，甚至还可以把握机会。OK 吗？OK 吗？啊，免费的、无偿的 OK。当然了，你用了喜欢的话，你超过7天你可以继续用。帮到你吗？帮到你可以继续用吗？帮不到你的话，或者或者你觉得用了还不错，但是你不想用也可以啊，对吧？这个损失是你的，对吧？所以呢，我经常强调我还是看到太多人了，包括这里也有几个经常跌了一点点就来问了，哎呀，好悲哀呀，哎呀，怎么办呢？要不要买呀？要不要卖呀？等等等等。你不懂开车啊，就不要开呀，对不对？你就算来了 GMT，我每周每一个星期五都说，你进来 GMT 先学习，先看课程，不要急着去做买卖，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次工具也给大家了，大家真的进来啊。好，保命的锦囊妙计来了，保命的锦囊妙计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说，哎呀，现在风险太大了，股票市场风险太大了，债券的收益率也这么低了，对吧？债券其实是以后的通胀上去了，债券是会亏本的，对吧？你说我拿现金好不好？现金一定会输，长远一定会输。短期内你可能避开了股债，但长远一定会输。为什么？因为通胀就是现金的购买力减少了。现在美国搞了通胀出来，通胀会越搞越大的恶性循环的你的购买力，现金的购买力一定会越来越下来，所以长期一定是输钱的。OK， 那所以现在你一部分，我建议我不做买卖建议，我建议我自己也有，就是买保险。什么叫买保险？黄金大家看错了黄金，觉得黄金能涨到多少钱啊？我能赚多少钱啊？我从1800一盎司美元美元1800的时候就说黄金，因为美元危机，因为美债危机，就说黄金，对吧？如果这个美元崩溃的话，或者世界大萧条金融市场震荡的话，黄金是避险的工具，所以它是避险的，它不是给你去涨到3500卖掉赚钱的，它是避险的。还有万一刚才有讲过的第二个可能性，万一真的打仗了，你是逃命跑到某一个地方，然后上网上去把你的黄金的 ETF 黄金的某一只股票卖走套现过冬这个不会饿死，对吧？所以呢也不要拿实体的黄金，实体黄金你背不走了，你能背多少？路上还会被人家打劫了，一定是这个网上一些 ETF 啦，一些好的黄金啦或者黄金的股票啦，到真的万一第二个可能性发生的话，到时的黄金就不是3500了，不是4000了，我也不知道了，可能是5000了，可能是10000了如果真的是美元崩溃啦，或者是世界大战了所以这个是个保命的。为什么今天黄金是最高的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在调整，其他的 Bitcoin 也在调整，黄金基本上虽然有一点点调整这个是整体来说还是在高位，
整个趋势在高位，为什么？就是大家央行都在买保险，何况是我们小股民。央行都在买保险，他们觉得把他们的钱放在美债市场不安全，放在美股市场不安全，他们在放在黄金。OK， 所以这个是锦囊逃生的妙计啊。好啊，好消息来了啊 ！GMT 的同学们，好消息来了啊！如果你还没加入 GMT 的话，赶快今天晚上加入，因为机会太多了，讲不完。今天已经是1个小时了，时间已经过时了，讲不完。所以后天星期三晚上 GMT 同学，我额外加开一个 GMT 晚上给大家，不要等到星期五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买股票了，但是不是随便买的啊。星期三晚上额外加开的 GMT， 我会告诉你。关税战现在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遭殃的，有些行业是受惠的。为什么会受惠？我解释给你听。哪些股票是受惠的？现在我这里讲很危险，你冲进去买，你不要盲目的相信哪一个号码进去买。我星期三告诉你为什么这些股票会受惠。更大的好消息就是他们跌了，价格下来了，便宜了，到什么价位是一个好的价位去分注的买分注的买策略也给你入市的策略，资产配置的策略，再做好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做好了，晚上睡得着觉了，买的时候安心了 ，peace of mind。策略有了，你就不慌不忙了，看着什么价格分注，什么时候买一注，什么时候买一注，不用惊慌了。别人恐慌，你淡定对不对？我不喜欢贪婪。别人恐慌的、恐惧的时候，你淡定笃定，淡定笃定，你就能赚钱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OK， 33年练出来的投资经验。再加上 Rich 的10年的经验，做成的工具也免费开通给大家用7天。GMT 的同学，你还没有进来的话，星期三快点报名。我上次去年11月的时候说10倍股，大家还是怀疑，结果或者迟疑没有进来。结果我那天晚上就是之后的星期晚上讲了何塞。1个星期之后，何塞就从3块多涨到20几块，对吧？所以我经常觉得没有进来的人，look into my eyes， why tell me why， 很好用真的。为什么你不进来，是吧？我后来想一想，你不进来的原因，真正也是同样的在股票市场输的原因，同样的。OK， 所以呢，本来我们说4月份已经不收人了，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收到4月9号我们额外的那一个星期三的那一个 GMT 额外价值给大家之后你要进来我都不收了，不要再解释给你听了，好吧 ？OK， 当然大家的焦点还是赚大钱固然开心，但是避开亏损是更加开心对不对？这是我们 GMT 的同学写的现在有资金了，避开了美股的调整了，有资金可以捞底了，是不是？这是最开心的，好吧？好，今天超过1000人，大家可以问一个股票，你想问哪一个股票？788是什么股票中国铁塔，中国铁塔。沈大师的要问788是788。OK， 大家想问什么股票，大家可以问了Meanwhile， 大家报名了，真的把握机会这机会错过了，港股难得调整了这么多，跟港股无关的，对不对？现在你不进来，错过了又是这个以后又后悔莫及了OK， 现在是 second chance， 小米、快手，哇，太多了，哪一个是最多的？小米好像小米有2票，BABA、何塞、Amazon、NVIDIA、金风科技，BABA多一点，9988，99阿里巴巴多一点
9988，OK，那我就讲阿里巴巴了，每次都是讲阿里巴巴，都是这些啊，阿里巴巴了，OK，going once，going twice，Amazon，阿里巴还是阿里巴巴最多啊。阿里巴巴呢，这样，第一个呢，如果资金来港股的话，中概股的话，它是火车头，OK，之前有讲过啊，外国人第一个想到了中概股、港股啊，不是阿里巴巴就腾讯啊。in fact， 阿里巴巴是 number one， 腾讯是第二个。OK， 所以资金来中概股、港股的话，阿里巴巴是火车头啊，然后就腾讯，这两个都是火车头，拉了最快的。基本面就是说它的竞争能力啦、产品啦、以后赚钱的能力啦、市场占有率啦、趋势啦、增长啦，它不是最漂亮的。之前我讲过啊，我有很多更好的啊，什么美团啦、小米都是比阿里巴巴好啊。包括如果要小一点、增长的快一点的话，拼多多啊，或者是这个京东啊、快手等等，都要比阿里巴巴好。OK， 但是呢，阿里巴巴无可否认是外资进来中港股市，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大陆的资金啊，不是阿里巴巴就是腾讯，对吧？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啊。第三个就是小米啊，这个在中国大陆啊，第三个就是小米，第四个就是美团啊，第五个就是什么泡泡玛特啦，什么现在那个蜜雪冰城啦啊，这些是大陆的品牌了啊。所以不同的人会买不同的东西。大陆的资金来可能会留意蜜雪冰城，美国的资金来什么蜜雪冰城不会留意，对吧？所以呢。如果是美资的话进来的话，一定会有阿里巴巴。OK， 相反来说，今天应该是外国资金在撤离中概股、港股，所以阿里巴巴也是跌的最惨的啊。同样嘛，来的时候涨得最快，走的时候也是跌得最快的啊。所以在资金层面来说，阿里巴巴有这个特性。在基本层面，阿里巴巴不是最好的。但不是最好的，股价可能还是继续涨，因为资金来到香港中概股啊，你在晚上可以买美股上市的 BABA 啊，白天可以买香港上市的9988，对吧？一样的，两个都是这个连住的啊，这个 ADR 连住的，所以两个都可以买，所以你24小时可以买。OK，so 我觉得就是你要买阿里巴巴的话。你就在you're betting， 你就在赌这个整个中概股会反弹会好啊，当然这个是这个直播率50-50 50-50啊。那我当然我个人没有持有阿里巴巴，就告诉你了，不是我最喜欢最看好的啊，因为我I know better， 就是我懂得更多，我知道更多，好吧？选一个最好的股票啊，Chose， 对吧？我选个，这个很危险了，因为真的经常有人说，七爸爸，你推荐的那只股票我买了输钱了，对不对？好的股票还要有好的价位，还要懂得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买啊。你进来 GNT 就知道了，GNT 里面我们每次的课程都在里面，对吧？在公开场合就真的很危险，不告诉你了，好吧？总之不是阿里巴巴了 ，OK。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最后补充一点，我觉得在现在股票市场震荡的时候，大家可以把焦点放在个人的修养啊。什么叫个人的修养呢？赚钱亏钱看了太多的话，心里会很乱。如果把焦点放到个人的修养的时候你会没有那么乱在我来说比如说我要人生当中没有后悔只有感恩，对吧？所以我们要多点感恩，变成一个习惯。现在的世界养成了个习惯，就什么都是人家的错车祸了雷军的错这个小孩子吵架了，百度的那个副总裁是百度的错，都是人家的错。我们要学会感恩，股票跌了不是垃圾，股票跌了感恩，有钱的可以加仓，没钱的看一看，学点东西，经历一下，对吧？被套住了也是学习的机会，对吗？我们以后还有很大的来日方长嘛，学会了以后还能赚钱嘛，对吧？
感恩啊，在我人生路上，谁提醒了我，谁提拔了我，谁教育了我，都是要感恩，对吧？所以呢，不要有后悔。哎呀，早知道应该买那个了，早知道应该放走了，早知道应该加入 GMT 了，早知道应该怎么样了，没有早知道的，对吧？少点后悔啊，然后有了这个心态之后，我们在想，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让我们之后人生当中 minimize 能后悔的越少越好，此生无悔啊，今生无悔，然后就非常感恩。我今天要感恩了啊！我没有在做出口，我没有在做工厂，所以关税没有直接的烧到我，我感恩了，对吧？我感恩我之前无论是我自己做的研究也好 ，Rich 做的也好，我手上有好多的资金，我在高位的时候套现了，我在美股也很少的美股，中概股也套现了，现在我手上有资金，我感恩。它跌下来了，我不是觉得哎呀我输了多少钱，我的目光放在我能够把握到机会了。之前涨上去了，我还怕买不回来啊。之前这个2个星期前拍了那个 YouTube 视频，告诉大家小米的那个价值除掉雷军之外的价值大约就是27，所以我拍完那个之后，我感恩我在54、55，告诉 GMT 同学一起走啦。我走了一部分没有全走，我是支持雷军的长期铁粉，对吧？今天我买回来啦，还会跌啊，可能还会跌啊，是的，买了怕不怕？再跌啊，不怕，因为我是54放的，对不对？今天32买回来了，54放的，我很感恩一来一回我还没有全部买回来啊，所以它再跌的话，我再感恩。它涨上去的话，我也感恩，因为我又买了一点，明天又涨了。明天再跌的话，我还有资金，我当时卖的还没有全部买回来，对吧？做人不就开心了嘛，是不是啊？然后今天能够把我的价值分享给大家，提供给大家，对不对？你要免费的哪一个课程，免费的哪个 APP，免费的看一个视频不要紧。有一天像那个老太太留一个言给我感谢你的视频让我98%的股票清仓了，避开了股灾了那多开心啊，是不是啊？所以呢，特别是在股灾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把焦点放在感恩。你感恩了之后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你的财富就会被你吸引到你的口袋里了。所以脑袋要有富有的脑袋，口袋也自然会富有了，好吧？所以今天这个是我最后送给大家的彩蛋原来直播也有彩蛋了我们 GMT 都有彩蛋，直播都有彩蛋。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